对于 Trump 到底是当选的话，对于中国到底会抱什么样的态度，可能也它有一个不确定性在哪里嘛。国内的这些社交媒体，你就会发现哦。就是这个比例是不成比例的，发现全部是 Trump 对于有色人种呢，存在的这种有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心理呢，在网络上其实它会反映的非常的强烈的。他们那场辩论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播的嘛，应该是凤凰在网络上有个直播吧，但是在他们谈到了这个中国政策的之后就停掉了嘛。哈哈，李秋芦苇，我们真的是好朋友了，是的，所以这个在香港，在美国，我们认识还是真的是在纽约不是真正见面是在纽约。其实在北京，我们都做记者的时候，但那时候你是明星，我记得我们一起去新闻记者会什么的，你是明星，你是电视不好意思记者，所以真的是彼此看着一路走，然后不断的在做选择。然后一路大家变成熟，然后看着互相年纪老了，但是活力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特别欣慰其实我忽然想起来，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送你回去，然后你还在讲说你想做视频节目，然后我们还讨论了很久，没想到后来你来到纽约，最后还是做起来了，这点还是蛮开心的。对，所以这个真的好可是我今天就像我讨论的哈，我觉得我们不聊我们小圈子的事情，我们两个基于我们对很多问题的一路走来的观察和感触，我们聊一些公共的问题。当然我还是要做一个开场，就是之所以要跟你聊，你是中国曾经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凤凰卫视最火的时候，你是做了几场最重要的战地报道的，然后后来做新闻采访的记者部主任是吧？总监后来离开凤凰，你又做了一件很棒的事儿，就是高龄来美国读博士，读了新闻学的博士，又回到香港的浸会大学去教新闻，然后现在你还在很活跃的写书、写文章，还有这本《浮世蔷薇》。一会儿我也会聊这个话题。还有是，其实你一直在关注都是最一线的新闻的话题。这两天所有人都在看美国大选。为什么简体中文世界对哈里斯有一种有意的忽略、淡化和忽略，而整个简体中文圈有一种厌女，有一种奇怪的一种表述，也有一种种族歧视。所以当哈里斯这样一个皮肤是黑色的，又是个女性的，好像就莫名其妙的给了很多的标签儿。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问题？我自己这一次没有做关于大选的研究，但是因为之前要接受采访，也稍微的看了一下国内的这些社交媒体，比方说我用关键词搜索大选，那我想看出来的这些视频，然后包括一些文字到底是哪些，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比例是不成比例的，发现全部是 Trump， 或者是还有一个比较热门的人是 Elon Musk。那我自己的感觉，就像你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如果是站在哈里斯这个角度来说呢，其中一个原因她是女性，那第二个原因呢，她是有色女性。有色人种的女性，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像之前的希拉里的话，其实希拉里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她是白女对的。然后这一位呢，如果你说虽然在按照美国的这样一个标准的话，她是亚裔，对吧？那么作为亚洲裔的这个中国人作为亚洲裔的一部分，应该觉得非常的自豪。但是我觉得按照就是说，如果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norm 一个标准来说呢，他应该算不上是亚洲，所以好像跟这个华人更没有什么，就跟中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就更没有任何的相关性。那另外一点，他的肤色的问题呢，我会觉得其实说到底对于有色人种呢存在的这种有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心理呢，在网络上其实它会反映的非常的强烈的。但是这一次呢，你会发现倒也不是说他的忽略，他的不出现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你也看不到太多
几乎没有什么说从种族歧视或者说从厌恶女性者厌女的角度去咒骂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筛选或者说有一些言论管控的原因，但是呢反过来你会去想说为什么 Trump 或者说再加上 Elon Musk 他们会这个被提及的次数以及出现的次数那么的多。那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是有一种慕强的心理吧，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在网络上你会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一种，大家对于一个男性如果展现出一种我们叫 toxic 就有毒的男性气质的这种强人的气质的这种，其实是蛮受欢迎的。对，所以当然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我会想它是会代表了民意当中真的大多数人都是喜欢看这些呢，也未必。因为第一，我不知道那个算法是什么样的；第二，是不是有一些要求说谁可以多一些，谁可以少一些，这个不太清楚。那另外一点，我会觉得还有一点是，如果我们来看中国网民的这个，因为我们来看对它的构成的话，那必须要承认，它第一年龄比较轻，第二拿微博来说年龄比较轻，然后受的文化教育的程度比较低，那可能。或者是其他一些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来说，可能男性占的比例又会比较的高，所以我只能说猜想，因为虽然我是做研究这方面，但这个因为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我不敢说，但是我会有一种其实这个跟2016年 Trump 在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简体中文世界对 Trump 的这个热潮，其实是相一致的，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另外一点我会觉得这一次又跟2016年很不一样的是，如果我们来看官方媒体的反应的话，似乎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倾向性，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更多的有一种就是让大家展现说美国的选举那么的混乱，反正没有一个好人了，就是就会感觉就是看热闹这个心态好像比较重一点，也有可能对 Trump 虽然有所了解，但它也存在不确定性，而哈里斯他是一个未知的，它是个未知的，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的保持一定的距离吧。我觉得你说到两个特别重要的点，一个就是中国政府这次对美国这两个候选人，其实他们已经懒得具体分析了，是不是？可能是不是现在在中国简体网络上，我说的是有这个官方的操纵之手，存在下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反美其实胜于反某一个人呢？那肯定是的。我觉得就是说，总的一个基调来说，美国大选这样的一个形式，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值得借鉴的，它是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错误的展现所以你看它多么的混乱。甚至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哈里斯和 Trump 的辩论，公开辩论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站在 Trump 那一边的话，那他有一些比较语无伦次的这样的一些说法的话，应该照道理说应该会比较低调的处理，但是我记得看到一些报道，你会发现他们也会集中报道说Trump 好像有一些比较难以接受，或者有点让人觉得怎么讲不合疯有点疯了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然后会被报道出来。那我会觉得那从这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就是更多的是希望展现一种说，你看政客没有一个像样的，然后又老，然后或者就是没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有能力带领那个美国。对，我会觉得确实是这种样子，是吧？对，就是感觉就是连丑话都有点更加一篮子装进去，反正就是民主是乱的，政党选举也是乱的。但里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对于这一次选情也看不准吧，看不准，或者说对于 Trump 到底是当选的话，对于中国到底会抱什么样的态度，可能也它有一个不确定性在哪里嘛。那对于民主党的话，说老实话，其实在过去跟拜登政府这样打交道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确定性。但是对吧？在这个时间来说，即便是不喜欢或者说对哈里斯有一些看法的话，那他是代表民主党。但同一时间，我也觉得可能会觉得哈里斯又是个未知数，所以
所以就索性不表态吧。对对，因为我记得他们的那个辩论，他们那场辩论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播的嘛，应该是凤凰在网络上有个直播吧，但是在他们谈到了这个中国政策的之后就停掉了嘛，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了解，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大家了解美国大选的这个途径并不是太多，好像是不是感觉比16年还少？对，就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热闹，好像这一次是新闻管制更严了，还是就是产生内容的我现在平台更少了？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在19年，在经历了这个疫情之后，人们对国际新闻的热情大大的降低，然后开始更加的关心自己的事情。因为在过去我因为以前是采访国际新闻在凤凰嘛，我也觉得国内就是中国内地的话，如果跟香港比较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大家非常关心国际大事，所以国际新闻大行其道，对吧？那么在香港台湾都是票房毒药，但是这一次你会发现其实国际新闻我有点觉得，如果一个国内的新闻和一个国际新闻摆出来，有可能国内的这些新闻事件的话，应该是更受关注。但是这是好事情啊，因为我会觉得民众之所以会关心更贴近自己的就是事情的话，其实是意味着对于自己的这个处境，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权利。权益等等，其实会有更强烈的需求，或者说更关心，这当然是好事情了。